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再次缺席中纪委5次全会，这已经是他连续缺席的第 N 场核心会议。马兴瑞去哪了？巧合的是，会议开幕前4天，马的实权大管家、新疆兵团副司令李旭突然官宣落马。与此同时，深圳与东南亚的2大金主同日被捕，更有10名将军也从会议现场蒸发了。这是一场针对军工系的灭顶之灾，还是一次跨越万里的精确收割？马兴瑞会成为2026年官宣落马的第一只政治局巨虎吗？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张横跨江、粤、军、商的黑金大网。如果您想及时了解中国及全球大事，从瞬息万变新闻资讯中看透事件本质，一定要订阅大时局，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9点，大时局为您全天更新。1月12日，北京大会堂召开了一场决定今年中共反腐基调的重头戏——中纪委5次全会。按理说，这种级别的会议，只要人在北京没出差的政治局委员都得排坐，接受廉政洗礼。但眼尖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央视的新闻联播画面上有2个位置空了。一个是王毅，这好解释，官方当天就发了新闻，说他公务在外，访问非洲回国途中经过斯里兰卡，会见了斯里兰卡外长赫拉特。但另一个人，前新疆党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他的缺席就显得极其耐人寻味了。马兴瑞去哪了？官方没说，新闻没报。不过，如果你最近一直有关注时局，你会发现这已经不是马兴瑞第一次缺席了。从去年2025年11月底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到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再到去年12月前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炳干的遗体告别式上，和随后的前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的遗体告别式上，马兴瑞的名字也都没有出现在送花圈的名单中。这在中共官场的潜规则里是相当不寻常的信号。马兴瑞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去年10月的4中全会上，到现在已经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近3个月了，没有任何官方说法。这位曾经的航天少帅、热门入常人选，习近平在军工系中的亲信，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就这么人间蒸发了。最先爆出马兴瑞出事消息的旅澳自媒体人蒋网正1月13号在 X 平台上发文说，马兴瑞的案件近日就会官宣。X 账号向阳则认为，今年3月两会前，中共将官宣马兴瑞案。自从马兴瑞2025年7月突然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职务后，新疆官场就像被点了火药桶，一连串的旧部就接二连三地跟着出事。最重磅的就是在中纪委全会开幕前4天，1月8日，中共官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李旭被查。这是2026年开年第2只老虎，第1只是1月5日的原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也是任上落马的第1只老虎。李旭是典型的70后高官，1973年生。李旭早期在北京工作，2011申请援疆，成为胡锦涛第4批援藏官员120人中的一员，此后一直在新疆工作。真正走上权力巅峰是在马兴瑞主政新疆之后。马兴瑞是2021年底接手新疆，兼任兵团第1政委、第1书记。马兴瑞在新疆主政半年后，也就是2022年6月，李旭直接从90政委升任兵团副司令、秘书长，进入常委班子，成了马兴瑞的实权大管家，还兼任秘书长、中共新建集团副总经理和兵团红十字会会长。可以说，在新疆这块地盘上，除了马兴瑞就是李旭了。外界普遍认为，李旭被抓是马兴瑞案的重大突破，再往下，也许李旭会供出更多的同案，毕竟在黄山留置中心的日子不好过。但李旭并不是孤案。我们把视角拉长一点，就会发现，围绕着马兴瑞的剪裙边行动，早在去年底就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2025年11月10日，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志军被查。他2021年起任乌鲁木齐政法委书记，2022年起兼市委副书记，同样是马兴瑞新疆时期的班底。2025年10月13日，新疆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刘琛被查。他长期在和田地区任职，2025年转任政法委副书记，正是马兴瑞主政新疆后提拔起来的。2025年11月1日，
新疆政协副主席兼国资委书记金之镇任上落马。他曾任乌鲁木齐米东区区长、兵团国资委副主任、昌吉州州长，2023年升政协副主席，国资系统的实权人物。2025年11月30日，最重的一个，新疆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陈伟俊落马。陈伟俊是副部级，2021年6月调新疆任常委兼常务副主席，和马兴瑞交集3年半。海外时评人蒋网正早在落马前1周就爆料，称陈伟俊投靠了马兴瑞，主政温州和新疆期间的问题被翻出来。短短1个月，马兴瑞在新疆亲手提拔的多名马家军核心成员全部到案。这些人里，有管钱袋子的国资委，有管刀把子的政法委，还有管行政常务的，几乎覆盖了新疆权力核心的所有关键岗位。外界甚至传闻，这些官员现在正集中在安徽黄山的留置中心接受审讯。在那样的高压下，李旭这些人能撑多久？他们会供出多少与马兴瑞有关的秘密？外界不得而知，但是马兴瑞肯定是睡不着了。马兴瑞的老部下像割韭菜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的被精确收割。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一场有预谋的针对马兴瑞权力根基的彻底清洗。然而，新疆只是这场地震的其中一个震央。如果你觉得马兴瑞的问题仅仅局限在边疆，那你就太小看这位航天少帅的能量了。马兴瑞在去新疆之前，在广东、深圳待了8年，那可是中国最肥沃的财富中心。随着段先念、陈志这些神秘人物相继落网，一个横跨国企、地产，甚至与太子党勾连的黑金帝国才刚刚掀开一角。接下来带大家去深圳看一看，马兴瑞家族是如何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财富神话的。在中共政坛，广东一直是个派系垂涎的肥肉，而马兴瑞在这里先后担任过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以及广东省省长。很多人好奇，马兴瑞在新疆搞出的那些钱到底是哪来的？答案很可能藏在2026年1月6日被带走的一个关键人物身上——段先念。段先念是谁？他是国企华侨城集团的前任董事长。这位陕西籍的强人，早在西安就以曲江模式闻名，把文化、旅游、地产打包，玩转城市运营。大唐芙蓉园、大雁塔北广场这些西安网红景点，都是他一手操盘出来的。2014年，段先念调任华侨城集团总经理，2015年转正，2017年升任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正好赶上马兴瑞在广东如日中天的时期。马兴瑞那时是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深圳是华侨城的总部所在地，两人交集3年多。华侨城作为央企文旅地产龙头，项目遍地开花，资金流动巨大。更让人起疑的是，段先念在华侨城执掌期间，公司业绩一度冲上1000亿，但后来却连年巨亏。根据公开报道，华侨城2025年前3季度就亏了54.6亿，加起来几乎抹掉了过去10年的利润总和。这么大的窟窿，谁来背锅？海外自媒体爆料说，这波审计清洗正是针对华侨城巨额亏损的清算，而段先念把钱挪到哪里去了？外界猜测，这可能拉开了马兴瑞家族利用国企建立黑金帝国的序幕。深圳的文旅项目、土地开发、资金运作，哪一环不是肥的流油？但段先念可能只是马兴瑞财富拼图的其中一块。就在段先念被抓的同一天，还有一个更神秘、更重量级的人物被押解回北京，他就是太子集团的老板陈志。这位柬埔寨华裔富豪是响当当的洗钱教父级人物。美国司法部指控他操控太子集团，搞杀猪盘、诈骗、人口贩运、洗钱，冻结了上百亿美元资产，包括价值约150亿美元的12.7万枚比特币。2026年1月6日在柬埔寨被捕，随即被遣送回中国，成为全球瞩目的跨国电诈大案主角。陈志表面上是房地产、金融大佬，实际上是亚洲最大犯罪组织头目。据海外自媒体爆料，陈志与中共高层有着神秘交集，甚至还牵扯到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陈志被押解回京那天，正是段先念被抓的日子。一个是深圳的老牌国企大佬，一个是东南亚的神秘金主，两个人在同一天落网。这难道是巧合吗？
深圳作为中国最开放的金融中心，马兴瑞主政期间，是否通过太子集团这样的通道，牵涉到更广的资金流动？这两个人手里掌握的，很可能就是马兴瑞如何将广东的财富，透过复杂的代持和跨境通道转移出去的铁证。那么，这是另一个剧本，还是同一张网？然而，这场针对马兴瑞的大围剿，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马兴瑞出身于所谓的军工系，这是一个曾经在习近平时代横着走的技术官僚派系。为什么现在这把反腐的火不但烧到了马兴瑞身上，甚至连军方的高级将领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集体失踪？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场官场地震背后最神秘也是最惨烈的军队大清洗。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马兴瑞作为政治局委员，级别这么高，难道就没有人保他吗？他背后的势力到底去哪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那些从北京大会堂里消失的将军们。在这次中纪委5次全会上，除了马兴瑞的缺席引起轰动，外界还关注到军方代表的缺席率高得惊人。根据官媒流出的画面和名单显示，至少有10名将军没有出现在会场，包括军委纪委专职副书记、中纪委常委陈国强中将、曾代理海军政委的冷少杰中将、程东方中将、李军中将、陈建飞中将、杨孝祥中将、廖文江中将和孙斌少将、刘军少将、娄纯嗣少将。其中只有孙斌是已经官宣落马的，其余9位还没官宣，但缺席就意味着大概率已经出局了。那这些人和马兴瑞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别忘了，马兴瑞在进入政坛之前是军工系出身的航天少帅，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习近平上台后一路重用他，是军工系统的代表人物。曾几何时，这批懂技术、有执行力的军工帮在官场横着走，被认为是习近平用来取代传统团派和江派的新精锐。但现在，这个派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马兴瑞航天时期的同僚、下属接连落马，吴彦生、雷凡培、许达哲等都有出事传闻。这些人掌握着庞大的军工资源，却在利益输送和装备采购中建立了盘根错节的私家领地。马兴瑞的失踪，极大几率就是这场军方大清洗延伸到政坛的结果。当一个派系的领头羊失踪，当战功赫赫的将军们集体缺席，这说明这场政治大戏已经演到了最惨烈的阶段。那么，这场大火最后会烧向哪里？马兴瑞会成为2026年第一个被记齐的政治局委员吗？现在我们把所有的拼图凑在一起，一个失踪3个月的政治局委员，一群接连落马的新疆旧部，2个同日被抓的100亿级金主，还有10几位集体消失的军方将军。这一切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反腐2个字可以解释的了。如果马兴瑞真的在2026年两会前被正式抛出，他将成为近年来极其罕见的在任落马的政治局委员。这不仅是中纪委所谓的开年政绩，更是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那就是曾经在政坛呼风唤雨、被视为技术精锐的军工系和航天帮，正在经历一场毁灭性的集体谢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个可能性。有消息说，马兴瑞背后有彭丽媛保驾护航，或许最后会高举轻放，只给一个党纪处分，让他的家属和秘书出来顶罪。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场大戏背后的交易与妥协，恐怕比案件本身还要黑暗。中共的黑箱政治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你看得到开头，却永远猜不到结局。当一个派系倒下，必然有另一个派系在废墟上站起来。这场针对马兴瑞的定向爆破，究竟是为了清算过去的腐败，还是为了给未来的新权贵腾位置？马兴瑞会成为2026年马年的第一只政治局级大老虎吗？他的倒下又会引发哪一波政坛海啸？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追踪这场神秘失踪案的最新动态。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报道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要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更多想看清时局的朋友。你认为马兴瑞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